甄嬛传中，甄嬛为什么提议大封6宫，又为什么进言要以端妃为尊？这期咱们就来唠唠大封6宫那些事儿。第一点，甄嬛向皇上提议大封6宫的前提是安小鸟怀孕，皇上一高兴给安小鸟生了官儿。安小鸟这官儿一生，皇后高兴了，甄嬛却发愁了。万一安陵容要生下个皇子，那皇后手中就有2个皇子。无论哪一个被立为太子，那咱们以后的处境……可见甄嬛对安小鸟怀孕这回事儿十分在意。如今安小鸟才怀孕，皇上就给她封了妃。万一之后安小鸟真生了皇子，皇上再给安小鸟升官，那局势就不好把控了。于是甄嬛决定先发制人，提出大封6宫。由于清宫位分分为皇后1位、皇贵妃1位、贵妃2位、妃子4位、嫔妃6位。这些职位的个数是固定的，所以甄嬛向皇上提议大封6宫中，端妃为皇贵妃，静妃为贵妃，加上甄嬛原本就位于贵妃行列，不管是端妃还是静妃，他们的段位都很高。除了嗝屁，基本上是不会被罢职或降职的，因此安小鸟最多还是待在妃位，就算安小鸟生了皇子，也没机会升官了。更何况清宫里皇后尚在，一般来说皇贵妃是不会轻易封的，所以甄嬛向皇上提议要以端妃为尊，也算是对皇后一定程度的打击。第二点，不管是论资历还是论家世，端妃都在甄嬛之上，毕竟端妃是从王府就开始伺候皇上的，更何况当年皇上借端妃之手害了华妃，导致端妃被华妃灌了一碗红花，再无身孕，这是皇上心中最愧对端妃的。因此当甄嬛向皇上提议以端妃为尊时，皇上也是认可的。端妃进宫最久，皇贵妃这个位子本也当得，只是朕心里总是更属意于你。虽然皇上嘴上说着他亦属甄嬛，但外界的压力有多大，皇上不是不知道。表面上这天下都是他的，万民都是他的，但前朝与后宫盘根错节。当初皇上迎甄嬛回宫已经受到非议了，如今他再封甄嬛为皇贵妃的话，那么前朝可就不仅有异议这么简单了。而封端妃为皇贵妃正好能堵住前朝的嘴。第三点，论人情，端妃曾多次帮助甄嬛，常言道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先前不管是甄嬛遇到木薯粉事件，还是苏培盛与崔槿汐的对食事件，端妃都出手推了一把甄嬛。所以在大封6宫时，虽然名义上说是后宫工资普调，但甄嬛作为这次升官涨工资的发起人，她有一定的话语权，向皇上推荐优秀员工。因此甄嬛为了回端妃一个大礼，便将她的名片推给了皇上。加上甄嬛对端妃的身体情况一清二楚，即使皇上封端妃为皇贵妃，也丝毫不影响甄嬛协理6宫之权，既打压了皇后，又送端妃一个大大的人情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第四点，甄嬛深知皇上多疑，先前华妃何等风光，不还是被皇上试探？如今皇上只是把皇贵妃的福制换成了皇贵妃的位置，前来试探甄嬛，甄嬛怎么可能意识不到呢？因此甄嬛用官方话语回了皇上一句：臣妾有皇上的宠爱，便是最大的恩典，别无所求。屁了，谁稀罕你的爱？不想升官只不过是为了保命罢了。想当初甄嬛从甘露寺回宫时，瞧着自己的永寿宫被置办得无比奢华，皇上曾说皇后特意添了许多东西，你以为这是皇后的好意吗？也不听听别人是怎么形容永寿宫的。奢华的寝宫足以给甄嬛定个奸妃的罪名，这个罪名不仅让前朝大臣议论纷纷，还让太后心中不满，导致怀着孕的甄嬛得跪着跟太后说话。仅仅一个寝宫的布置都让甄嬛遭了罪。如今甄嬛再坐上皇贵妃这个位置的话，往大了说，后期主少而母壮，甄嬛得嗝屁。因此皇贵妃这个位置甄嬛绝对不能坐，一旦坐了，皇上必定起疑心。第5点，甄嬛回宫立着一心为人的人设，从一开始有自己小脾气的倔驴，变成了一只乖顺的小绵羊，完全按照皇上心中的模样去活的甄嬛，在这一场大封6宫的戏码中，她不但要膈应安小鸟，打压皇后，她还要在皇上留下一个好印象的同时，进一步提升自己战队的战斗力。奉天承运，
皇帝诏曰：晋端妃为皇贵妃，静妃为晋贵妃，与熹贵妃同理6宫事，安嫔为离妃，新贵人为新嫔，宁贵人为宁嫔，应常在为贵人。钦此。瞧瞧，这封的除了怀孕没法到场的安小鸟，其他的可全都是甄嬛站队的。什么叫格局？这就是格局。进了皇后的打胎小分队，只能打不能生，而一旦加入甄嬛战队，甄嬛不仅包分配对象，还能替队员谋福利，时不时发个孩子，又或者集体升个官儿啥的。这样的阵营不赢，啥样的能赢啊？在《甄嬛传》中曾出现过很多香料，不管是鹅梨帐中香，还是凝乳香，或者是天宫巧，都一度成为了后宫女人争宠的必杀技。然而在一众香料中，最让人后怕的还是欢宜香。欢宜香作为后宫香料中的老大姐，在《甄嬛传》中，不管是嚣张跋扈的华妃，还是蜀传度日的静嫔以及丽嫔，都曾饱受此香的熏陶洗礼，导致不孕，以至于前期端庄大方的皇后在宫中不敢用香。表面看似皇后忌惮这些香料，转用果香，实际上真是如此吗？答案显然不是这么简单。这期咱们就来看看皇后为什么不用香料。在剧中曾有4次特意提起皇后从来不用香料。至于为什么不用香料，在不同的情况下，皇后给出的说法也是各不相同，每一次的解释都带着独有的隐晦意思在里面。第一次提起皇后不用香料是在甄嬛初次侍寝后，按照宫中的规矩，甄嬛来到皇后宫中请安，皇后作为后宫主位，秉着主母的风范提点甄嬛。这时的甄嬛还不知道皇后的手段，也就随意唠着嗑。这一来二去，甄嬛就夸皇后宫中的果香味很清新。咱们听这时候皇后给出的解释是这样：本宫不喜焚香，又觉得脂粉香气太俗，因此每日叫人放了实心瓜果在殿中，倒是不俗。表面上皇后是嫌弃脂粉香气太俗，实际上却是因为这时的皇后和甄嬛并不相熟，所以说话自然也就是点到即止，正所谓交浅不言深。第二次提到皇后不用香料是在一个雷雨夜，当晚皇上正躺在华妃的寝宫，突然外边下雨打雷，皇上想到甄嬛害怕打雷，就冒雨跑去了碎玉轩。此时的皇后边礼佛边听惠春说华妃邀宠的八卦。八卦听完后，皇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寝宫的味道不对，惠春就解释说看见皇后在礼佛，所以就点了檀香。皇后一听，不仅让惠春把檀香拿走，反而还说了这么一段话：这再名贵的香料总是以人工做成的，难免沾了污浊气息，哪及花香果香自然呢？拿出去吧。说到底，在剧中皇后的心腹只有简秋一个人，所以惠春再尽心尽力也算不上皇后的心腹，因此在这里皇后也没必要和惠春推心置腹，只是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打发了惠春。第三次提到皇后不用香料是安陵容投靠皇后时，为了表明心意，安陵容特意给皇后绣了一个香囊，并且这个香囊上还绣了皇后最喜欢的花样。虽说皇后看到香囊很高兴，也很赏识安陵容，但皇后最终还是说自己平日不用香料而拒绝了。同时皇后还给出了这样的解释：本宫不是不喜欢香料，只是嘱咐你，有些香料用得不当，只会伤身。你懂得用香料，就应该知道其中的厉害。简简单单的几句话，看似是在夸安陵容会调香，实际上却是在暗示安陵容可以利用香料去害人。于是心思细腻的安陵容听懂了皇后的话中话，紧接着就用香料调教松子，导致富察贵人小产。然后安陵容又用香料研制舒痕胶，间接害了甄嬛。第4次提起皇后不用香料，是甄嬛和皇后唠嗑时，甄嬛再次问起皇后为什么不爱用香料。皇后这次的回答却说哪儿有女人不爱香的，只是皇上崇尚节俭，而华妃用的欢宜香又贵重，所以只好自己不用香料，以此来节省一些银子。很明显，皇后这么说不仅是在甄嬛面前彰显风范，更重要的还是在给华妃拉仇恨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往深了推，咱们可以看出2点：一是皇后做出表率，用果香来代替名贵的香料，为后宫节省银子的同时，还落得个贤惠的好
好名声。对比之下，华妃所用的欢宜香十分贵重，一个妃子用如此贵重的香料，而皇后却如此节俭，那么不管是前朝大臣还是后宫妃子，都会觉得华妃恃宠而骄，嚣张跋扈，同时也侧面衬托出皇后温顺大度，品德高尚。二是因为华妃所用的欢宜香极为名贵，即使再好的香料也比不上华妃的欢宜香。如果皇后再用香料，反而会因此失了皇后的身份。对于比不过其他妃子的东西，依照皇后自卑的心理，都不会直接掠其锋芒，而是表现出一副不跟你一般见识的样子来。在剧中咱们可以知道，皇后是懂药理的，并且皇后还知道宫里的女人都爱香，所以香可以作为她最有力的杀人软刀子，也就导致当皇后知道安陵容是制香高手后，就好像是自己得了一本靠谱的堕胎秘籍。然而也正是因为安陵容懂香，所以皇后会给新进的祺贵人的麝香珠，不会给安陵容，因为皇后心知安陵容闻得出来，由此可知皇后是放大版的安陵容。正是因为皇后知道香可以用来害别人，那么别人自然也可以利用香料来害自己。把权势地位看得很重的皇后，又怎么会给别人用她自己的办法来害自己呢？当然这只是其一，其二是因为皇后用香害人太多，如果平时她在寝宫里也用香，那么很有可能她会把气味搞混，从而出了岔子。就拿最简单的富察贵人小产事件来说，用香料来驯服松子这件事是皇后派安陵容去做的。试想一下，如果皇后的寝宫也在用香，而这个香又被有心人掉了包，或者皇后弄混了，可想而知松子在没扑向富察贵人之前或许就出事了。也正是因为皇后不想因为香料出任何问题，所以她在自己的寝宫中从来不用香料。在后期的剧情中，咱们可以看到皇后狠毒，常以香害人，同时也因为皇后本身的性格敏感多疑，害怕自己也被香料所害，因此皇后不仅仅是不用香料，简直是排斥香料。可见皇后的心思不是一般的谨慎。